如果你身处无人岛，成为世上最后一个女人，你会看上平平无奇的世上最后一个男人吗？大雄看似在打球，又没在打，球技差的离谱就算了，还对女生大力出奇迹，直接让静香转投身体健硕的胖虎了。防完学霸还得防胖虎，心太累。小学生谈着轰轰烈烈的爱情，咋就这么难呢？大雄巴不得世界上只剩他一个男人。蓝胖子决定满足这个过度自信的男人，拿出鲁滨逊漂流套装。鲁滨逊可是个名人，简单来说就是童话版贝尔求生记。别看他只是个未来玩具，却可以满足大雄世上只有他一个男人的愿望。只要放出烟雾，就能进入无人岛，凭借一双可靠的臂膀守护爱情。但蓝胖子显摆一圈，又塞回育儿袋，因为大雄老把道具玩出新花样，在爱情面前六亲不认，一套娴熟的雄狮按摩让蓝胖子爽到冒烟。但这静香就要鸳鸯戏水，岂料大雄的传技惊为天人，划出了乘风破浪的感脚。眼看到了湖中央，大雄终于下手了，瞬间周围烟雾缭绕，仙气飘飘，静香还有些小怕怕，可大雄依然原地打转，静香只好扛起逃生的桨。终于在划出40米后来到了太平洋，静香都惊呆了，自己莫不是穿越了吧？改革春风吹满地，大雄你是真给力，轻轻松松就熬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个男人。两人来到无人岛，大雄化身小暖男，要给静香一个家，毕竟无人岛的日子还长着呢。为了让静香安心的当个主妇，大雄来到丛林，掏出快速建屋瓦斯，只需一下却轻松掰断了4米粗的树干，再照着建造图使用魔法，就给了静香一套3室2厅。一想到从此要跟大雄双宿双飞，静香害羞地藏了起来。大雄只能让静香先静静，可突然天公不作美，静香终于不再矜持，可全身都湿透了。为了不让媳妇儿感冒，大雄化身最强裁缝，利用纯天然材料给静香做了套泰山同款，想着以后静香就离不开自己了。大雄就不看路了，自己都快摔成258了，却意外得到了果子。这么鲜艳的果子可不能乱吃，但这难不倒大雄，火眼金睛一瞧就能辨别哪些东西可以吃。水果这么贵，绝对要吃个够。水果配海鲜，赛过活神仙。拿出小鱼苗，再倒入大海。今天又是个大丰收，篝火烧起来，烤鱼做起来。虽然大雄平时吊儿郎当，但此刻的大雄就是静香的 Mr. Right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黑暗中，无数双眼睛暗藏凶光，静香怕极了。眼看鱼没吃完，自己就要惨变晚餐肉。大雄刚拿出道具，却因手滑不慎掉落。饿狼步步逼近，大雄虽手持武器，却显得如此弱小。饿狼终于动了，危难时刻，大雄碰到了道具，饿狼秒变短腿柯基。大雄终于得到了静香的心。良辰美景下，静香依偎着大雄，终于袒露出了自己的心声：愿得一人心，白首不分离。既然已得到静香的心，大雄按下按钮，决定返回真实世界。两人划着小船，终于又回到了公园。大雄觉得自己就是人生赢家，要带媳妇儿回家见婆婆，可还是疏忽了。媳妇儿可以骗到，可划船总得交费呀，足足5000大洋。老妈会如何惩罚大雄呢？小富妈实属惨，明明有一颗可以在北京买栋楼的红宝石戒指，却被傻儿子送上了太空。小富还美名其曰家里不差钱。大雄想找媳妇儿共度良宵，可静香又背着大雄跟学霸约会了。要想日子过得去，头上必须有点绿。这时蓝胖子带来了一手货行星探索套装，这虽然是未来的儿童玩具，却可以真的飞向太空。如此明目张胆的炫耀，就应该想到后果。蓝胖子钱包直接被掏空，作为回报，法国铜锣烧安排上。套装中只装了必要的物品，其他材料家里都有，那就是铝制品。因为实际上卫星的机体部分都会用到铝。小夫来到厨房就是一顿风驰电掣，把家里的锅碗瓢盆全给收了。这可都是法国进口的铝制品呢。首先在引擎上贴铝箔纸，大雄小心翼翼，胖虎选择简单暴力。眼看大雄想糊弄人，蓝胖子劝大家一定要仔细，可小夫偏偏听不懂猫话。终于在每个人的不懈努力下，卫星的雏形终于完成了。最后再喷上装饰喷雾，来个锦上添花，就到了揭秘时间。大雄的1号机妥妥的小黄人的买家秀版，胖虎的2号机怕不是要在太空中开演唱会吧？小夫轻甩飘逸的刘海，揭开了3号机的面纱，只透露出3个字：财大气粗。而这趟宇宙之旅的高潮，就是从宇宙中带回自己的物品。可大雄两手一掏，穷的啥都没有。还好胖虎及时归还了借走的书，胖虎则是麦克风，
小夫则拿出了传家宝，只有这颗红宝石才能彰显小夫的身价。蓝胖子去外星藏好物品，随着倒计时的喊出，大家的火箭一同发射。随着火箭的升空，众人来到操控室。胖虎刚要用拳头逼蓝胖子拿出高端操控室，可下一秒大家就身临其境，拉起纸片，操控室内就真的出现了手柄。众人握住手柄，随着气球的破裂，火箭冲向了太空。可一听说到达目的地还有1个点，大家直接泄了气，摘掉3D 眼镜就要去当个干饭人。火箭进入预定轨道，蓝胖子激动的不行，大雄3人却悠闲自在。接下来就到了搜索自己物品的时间了。小夫率先出动，凭借着熟练的操作，率先在山脚下发现了自己的红宝石，顶到空地上轻松抓起。胖虎也成功抓住了麦克风。可到了大雄这里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晒衣架果然还是不靠谱，只能求救 NPC 蓝胖子了。来到外星举起物品，可大雄一顿瞄准，差点把蓝胖子的大圆脸给揪下来。本以为可以顺利飞回地球了，可小夫的火箭偏离了轨道。一问才知道，为了火箭的帅气，小夫竟然偷工减料。大雄提议用任意门，可高速运动的火箭任意门也追不到啊。所以在北京买栋楼的红宝石就要这么没了吗？当然不会。有一种希望叫做友情。众人一起来到操控室，为了追上小夫的火箭，胖虎主动丢弃了麦克风，减少重量，成功抓住了小夫的火箭。3人的火箭对接成功，可小夫的爪子松动，大雄一波操作猛如虎，接住了红宝石。3人向着地球进发，可跟大气层的摩擦让火箭纷纷解体，只能寄托于大雄的火箭了。老妈找红宝石找得几近疯狂，还被天外来客炸出蘑菇云，40米的深坑中惊现一只手。红宝石解救行动终于成功了。那么如果可以带一件物品去外星球，小伙伴们会带什么呢？大雄成了孩子王，又是力挽狂澜赢得比赛，又是骑着白马陪公主，甚至还自建了游乐场。大雄是如何发家的呢？这是我见过最残忍的父母，扔下还是小学生的儿子不管，独自去北海道过2人世界了。还好家里留了个育儿机器人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蓝胖子也要去度蜜月，可又不能不管大雄，只好拿出爱帮人忙的绳子，连解说都没做，就火急火燎去追逐爱情了。大雄真是伤心寂寞冷，可一条又长又细的大宝贝化身暖心大白安抚起大雄，却被大雄残忍嫌弃。大雄满脑子都是媳妇儿，可又不能不看家，系条绳子毛遂自荐，要当看家小能手。大雄看似出了门，却又没出门，谁知大雄刚走，就来了推销报纸的收费员，防火防盗防绳子，二话不说就递上了1000元大钞，先订个1整年的。这下大雄终于放心了。可下一秒，一拳一个小学生的彪悍大哥来推销上古神剑了，虽为神器必能削铁如泥，可大雄却对宝物毫无兴趣，眼看要成刀下亡魂，绳子化作最强兵器，打得对方落荒而逃。这下可以安心去找媳妇儿了。可大雄倒了8倍的血霉，竟被拉去凑人头。就大雄这球技，打完棒球还得被胖虎打。眼看大雄就要漏球，绳子及时出手，让大雄赢得了全场欢呼。双方比分相当接近，胖虎决定来个大翻盘。可众人膀胱一扫，下个出场的竟是大雄。胖虎更是放出狠话，不得分就成鬼。本以为大雄会好好打，岂料大雄的球技简直离谱，眼看要被3阵出局，绳子化作最强球杆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打出了全垒打，翻盘有望。大雄轻松跑完垒，第一次在运动场上有了高光时刻，道具比蓝胖子还靠谱。大雄就要跟媳妇儿分享，可媳妇儿要去很远的地方当跑腿人，没空陪大雄玩。骑白马的不一定是唐僧，也有可能是大雄，载着媳妇儿带着爱，跨越千山万水冲向远方，分分钟就还了媳妇儿自由。静香的一波贴脸感谢，让绳子小脸燥热，马力十足，化身大灰鸡，要带2人双宿双飞。来到后山变成了跳绳，可大雄要的是一鸣惊人的那种，绳子显然是听懂了，都给大雄看呆了。过山车耶，玩嗨的大雄竟然都不恐高了。过山车如此壮观，成功吸引了小伙伴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绳子再次化身观览车，带着众人高空欣赏小镇。可别的节目还没上，就下起倾盆大雨，这会难倒绳子吗？旋转雨伞安排上。回到家，绳子又化身米其林大厨，光闻香味儿就知道这顿大餐绝对好吃。果然一口下肚，吃出了妈妈的味道。蓝胖子因为过于担心大雄，自己的终身大事都不管不顾了，冒雨飞了回来。
可回到家，房子里静得可怕。可一进房间，大熊跟绳子正在博弈，抛弃了爱情，选择了友情的蓝胖子却被大熊嫌弃了，跟自己的道具吃起醋来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绳子和蓝胖子哪个更靠谱呢？